今年即摩克最热门的迷你主机可能就是这台 EVO X2， 它装置了 AMD 最强的 Ryzen AI Max Plus 395，无论是64G 还是128G 版本都能运行本地 AI 大模型，但是就是太贵了，1万起跳。那么有没有更便宜同样是迷你主机的方案呢？即摩克使用英特尔顶级移动标压 CPU， 设计出一台同样能有效运行本地 AI 大模型的迷你工作站。它使用最新的1000万 Code 30B 大模型，能跑到21 Token 每秒，妥妥本地辅助编程利器。大家好，我是老白，今天给大家介绍装置 Ultra 9 285H CPU 的高性能迷你工作站 GMK 即摩克 EVO T1。在这台小主机之前，我一直认为装置英特尔 CPU 的迷你主机或多或少都有我们觉得不完美的几大痛点，而这些痛点在 AMD 的旗舰机上都是能够常态就得到解决的。首先是老生常谈的 HDMI 2.1 接口，英特尔最常见的 4K 60Hz 达不到高刷的要求，至少要 4K 144Hz 或者接电视 4K 120Hz 才是真正满血的 HDMI 2.1。其次就是板载 Oaklink 接口，相对于 AMD 英特尔迷你电脑这边有这接口的小主机实在是太少了，可以说只有1-2台。最后是2280的 M.2 PCIe 4.0 接口数量少，大部分只给2个，大家熟知的 LUC 只给一个2280，另一个是2242。我觉得旗舰迷你主机至少要给2个2280的 NVMe， 要达到顶级工作站级别，应该至少具有3个这样的接口。其他像 USB4 啊、雷电啊，这些应该都是旗舰或者工作站级别的标配了。那么大家认为一台旗舰级别的英特尔工作站应该具有上面说的哪些接口呢？即摩克 EVO T1 装着的是英特尔 Ultra 9 285H CPU， 16核16线程，内置英特尔 Arc 140T 核显， DDR5 内存5600兆赫兹，3 M.2 PCIe 4.0 X4 的 NVMe 接口，视频显示输出，双 2.5G 网卡加 WiFi 6E， 后置 Oaklink 接口。打开来看一下，主机和配件都在这儿了，电源线、HDMI 线缆、显示器背架和螺丝、说明书。这小电源19伏 7.8 安，一共148瓦的功率。拿起小主机，外罩金色的金属支架，黑色塑料机身，左下角是即摩克英文 logo。机身接口，前面板、电源开关键，3个 USB 3.2 进 2A 口，能够 PD 和 DP 显示信号一线通的 Type-C 接口，前置耳麦口。后面板19伏电源接口，后置音频接口，满血的 HDMI 2.1 接口，能够 PD 和 DP 显示信号一线通的 USB4 接口， DP 1.4 接口，后置 Oaklink 接口，双 USB 2.0 接口，双 2.5G 网络接口，这接口非常强大。后部和底部还有顶盖下方都有通风口。徒手取下3颗铰链后，很容易卸下金属支架。顶部一个大风扇，用来给内存和 SSD 散热，底部一个涡轮风扇。接着卸下两侧4颗螺丝，提起上顶盖的机身，我们来看看内部都有哪些接口。右边就是系统大风扇，双通道 DDR5 内存5600兆赫兹，厂商预装的是单条 32G， 一组2280的 PCIe 4.0 X4 的 NVMe SSD， 旁边空置的是2组 PCIe 4.0 X4 的 NVMe 接口，一共3组 4.0 X4 的 NVMe 接口。取下 NVMe SSD， 这是 WiFi 6E 无线网卡。今天我们先来测试 AI 大模型， CPU 是 Ultra 9 285H， 64G 内存，核显示 Arc 140T， 36G 内存可以被动态分配为显存，内存带宽我们也测试了一下，只有70多 GB 每秒。首先我们来跑常规的 Llama 3.18B 大语言模型测试，还是碳赤色编程， 12.11 Token 每秒。放在图表里看一下，
和我们测试过的使用可拆卸内存的 HX370 285H 差不多，而使用板载7500兆赫兹的内存 EVO X1 成绩好一点。接着测试的是最新发布的千文山 30B A3B 2507，首个测试模型的精度是 Q4 kAM， 最后结果是 18.93 token 每秒。第二个测试的模型的精度是 Q8， 注意显存占用已经达到了 32G， 如果一般的读显已经超过了显存了。最后结果是 12.62 token 每秒。结论，最新的千文山 30B A3B 2507在我们这台 285H 小主机上算是可用的。然后我们使用 LM Studio 作为本地大模型的服务器，启动了千文山 30B Thinking 2567推理模型，精度是 Q8。在局域网的一台 MacBook Air 上使用 Cherry Studio 作为客户端访问它 15 token 每秒，也算可以用啊。最后我们来测试编程大模型千文山 Code 30B， 精度是 Q4 kAM， 占用内存接近 19G， 贪吃蛇编程，最后结果是21 token 每秒，完全能用。随着开源大语言模型的能力提升，我们使用 64G 内存也能流畅运行了，这让我们使用本地 AI 的门槛大大降低了。我觉得这算是一个极好的消息吧。BIOS 里看到我们的 CPU 是 Ultra 9 285H， 64G 内存 DDR5 5600兆赫兹，首页就可以设置性能释放，有安静模式45瓦，平衡模式54瓦，性能模式70瓦。我们设置性能模式70瓦来进行本次的测试。稳定性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我们打开 IDA64 跑 FPU 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 功耗一开始运行在80瓦，60秒后下滑的并一条直线运行在70瓦，整机功耗一开始运行在106瓦左右，最后稳定在95瓦左右。 CPU 整体频率运行在平均 3.8 赫兹，在单烤的1小时03分钟内， CPU 功耗一直保持70瓦左右，室温25度的情况下， CPU 温度最高上升到94度，内存温度最高上升到47度， SSD 温度最高上升到39度，内存和 SSD 温度不高。我们首先使用吉摩克 EVO X1 主机的 Ultra 9 285H CPU 来转码，看看实际效能如何。最后结果是8分38秒，共计518秒。518秒，它超过了自己家的 HX370， 排名靠前。CPU-Z 多线程 9808.5， 单线程 841.2， 多线程成绩超过了 AMD Ryzen AI9 HX370， 仅仅比86瓦性能释放的华硕 NUC 15 Pro Plus 差一点。Geekbench 5多核 15593， 单核2115，多核成绩超过了 AMD Ryzen AI9 HX370。 Geekbench 6多核16145，单核2973，多核成绩仅仅比86瓦性能释放的华硕 NUC 15 Pro Plus 差一点。Cinebench R23多核20830，单核2190，多核不敌 AMD Ryzen AI9 HX370。Cinebench 2024多核1156，单核130，多核成绩超过了 Ultra 9 185H。Passmark 多线程38944，单线程4794，多线程成绩超过了 Ultra 9 185H， 接近了 AMD Ryzen AI9 HX370。综合来看，目前这台 Ultra 9 285H 80瓦到70瓦的性能发挥，远超上一代的 Ultra 9 185H， 接近 AMD Ryzen AI9 HX370。这就是新一代英特尔最强移动标压 CPU 的实力。接着看娱乐大师，总分1450953， CPU 得分657759。我们先看一下 3D Mark 测试结果 ：TimeSpy 3929， Firestreak 8835， StillNoMan Lite 25.54 FPS， 稳定度 99.5% 通过。把 3D Mark 的测试数据也做成了图表，我们来看一下。TimeSpy 超过了 AMD Ryzen 9 HX370， 接近4000分。Firestreak 和 AMD AI9 HX370 差不多。StillNoMan Lite 非常接近 AMD AI9 HX370。接着玩游戏，地平线5 1080p 高画质，不开抗锯齿，普通场景接近70多帧，复杂场景60帧左右。
况安全时转向。地平线是 1080P 超高画质，全程60多帧，非常不错。英特尔的驱动有了不小的进步。古墓丽影暗影 1080P 高画质，运行性能测试，平均帧45帧。赛博朋克2077 1080P 低画质，没开光追，开了 X1SS， 跑性能测试达到了51帧。英雄联盟 4K 中画质，最后大团战90多帧。原神 1080P 高画质，跑起来战斗起来稳稳60帧。黑神话：悟空使用官方的性能测试工具 1080P 自定义画质，超采 X1SS 开到50，开启了真生成。说句实话，这水面可比 AMD 核显渲染出来的好不少啊。最后结果是65帧，实战一下。这就是 ARC 140T 核显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我觉得画面质量好像比 Ryzen 核显要强，不管是 780M 还是 890M。游戏测试完以后，看一下我们最关心的温度传感器数据。室温25度的时候 ，CPU 最高温度90度，内存做显存最高温度53.8度 ，SSD 最高温度37度，散热能力不错。显示接口输出 HDMI 接口最高支持 4K 140赫兹8比特 RGB 显示信号输出 ，USB 4和 Type-C 还有 DP 接口输出 DP 信号，最高支持 4K 144赫兹8比特 RGB 显示信号输出。我们这台显示器支持 DP 接口超频到160赫兹，超频后 USB 4和 DP 接口能够支持 4K 160赫兹的8位 RGB 显示信号输出。索尼 OLED 电视连接 HDMI 线缆，小主机能够输出 4K 120赫兹的8位 RGB 非压缩信号。英特尔 ARC 140T 核显视频解码，最高能硬解本地 8K 60帧 AV 视频。YouTube 8K 60帧 AV 视频可以流畅播放。原厂 NVMe 硬盘测试接近5200兆 B 每秒，不错的 PCIe 4.0x4 的存储读写能力。USB 4接口外接雷电硬盘盒3100兆 B 每秒，
这是不错的 USB-4 外接存储的性能。WiFi 测试，英特尔 X201 WiFi 6E 无线网卡跑上了800兆 PPS， 算是我的 WiFi 6无线网络环境中很好的水平。螃蟹 2.5G 网卡，我们也使用了 iPerf 3测试了类网性能，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都接近 2.35G， 跑满了带宽。极墨克 EVO T1 装置了16核16线程的 Ultra 9 285H CPU， 80到70瓦的性能释放。我们直接列表给大家看，整机功耗没有超过110瓦，待机最高功耗 11.5 瓦。按这个结果，148瓦的小电源可以搞定。室温25度的时候 ，CPU 待机温度40度 ，SSD 待机温度28度。这台小主机高性能模式 CPU 满载的时候，机身噪音是52分贝左右，收回在耳边是44分贝。我们也设置了平衡模式和静音模式，各跑了1个多小时的 FPU 单考。平衡模式 CPU 性能释放54瓦 ，CPU 最高温度83度。静音模式 CPU 性能释放45瓦 ，CPU 最高温度76度。这两个模式可以和我 PD 输出90瓦的显示器一线通，不管是 USB-4 还是 Type-C 接口都能。极墨克 EVO T1 迷你电脑装置了16核16线程的 Ultra 9 285H CPU， 最高80到70瓦的性能释放，性能表现强悍，远超上一代 185H， 接近 AMD AI9 HX370， 是新一代英特尔核显 CPU 的强者。我认为它在 DirectX 12游戏里表现比 AMD 780M 核显好一些。DirectX 11游戏下，它的表现是接近 780M 核显的，但画质我觉得比 AMD 核显强，特别是黑猴的水面令人印象深刻。这台小主机的接口是最完美的旗舰大满贯水平，3个 NVMe 双 2.5G， 4个高刷显示接口，包括满血的 HDMI 2.1， 还有板载的可以外接独立显卡的 Auxlink 接口， USB-4 和 Type-C 接口都可以 PD 和 DB 显示信号一线通，真的算是强悍的超级大满贯接口，已经达到了英特尔旗舰小主机的最好的接口水平。64级内存也能爽快的跑本地开源大语言模型，比如千问3系列。缺点吗？还是稍贵。虽然极墨克已经是市面上 Ultra 9 285H 最便宜的了，你看 NUC 15 Pro Plus 要多少？而且它的接口还比别家的好，但英特尔确实比 AMD 贵，这是我们改变不了的。总结一下，性能释放不错，齐平了 AMD Ryzen AI9 HX370， 散热和静音稳定，接口兼容性完美，这是目前非常优秀的消费级 X86 旗舰迷你电脑。64级内存可以跑本地 AI 模型，把跑 AI 的实用门槛又降低了一大截。我们把它推荐给一直喜欢英特尔 CPU 的朋友，推荐给一直想拥有便宜 AI 迷你电脑的朋友。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了，我是老白，谢谢大家的观看，再见。